人类用文字构筑了文明的基石，故文字对于理解文明和世界有着重要的作用。新时代的人工智能遇见古老的铭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还别说，2022年一个叫做用 ESAC 预测过去的 AI 考古项目，给出了令人惊叹的答案。这个项目是由 DeepMind 联合威尼斯卡夫斯卡利大学人文系、牛津大学古典学院和雅典经济与商业大学信息学系合作的。他们刊登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当中，揭开了这个ESAC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的神秘面纱。他们说，它是首个能够修复受损铭文缺失文本、识别它原来的地理位置以及帮助确认创作日期的模型。为什么这个系统叫 ESAC 呢？因为这个 ESAC 是以荷马史诗《奥德赛》当中的希腊岛屿命名的。他们评估了一下，这个系统在修复受损文本方面的准确率达到了62%，识别原始位置的准确率有71%，还有确定真实年代范围的准确度在30年以内。那么令人好奇的是，希腊的铭文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呢？他们举了一个例子，一开始是一块破损的石块，后来它被修复之后的铭文就可以预测空白区间的内容。这块铭文记录了有关雅典卫城的一项法令，日期是在公元前485到484年。为了训练这个ESAC模型，他们还开发了一套流程来检索没有被处理的帕卡德人文研究所的数据集，里面包括了有178551篇铭文的转录文本。我去欣赏了一下他们的网站。这里就是 PHI 的这个可搜索的希腊铭文的网站。如果你点击这里，就是同意了它的一些许可，就点击这里进入。在这边它是按照区域来划分这些文本的。那我选择比如说这个希腊的东北区。在这个页面的话是按照文本的类型分。它包括了比如说主要的语料库啦，还有一些区域的语料库和杂项收藏、杂书、报纸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文本的类型。那我选择希腊铭文语料库。在这个搜索框里面点一下之后，就是按照年份来分的。那我点一个1958，它就会有这么一段铭文出来。我把它翻译，拿到翻译里面去翻译一下。这边就是一个翻译的结果，是叫做奥雷利亚·阿特米多拉在世时，曾为她和丈夫德米特里修建了一座坟墓，以表示共同的功绩。我们共同生活了4年09个月，您值得被葬于共同的坟墓。这是智慧的结晶。如果我们的继承人疏忽了其中的任何一项，他将向国库缴纳100先令的罚款。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了。那 ESAC 的架构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也是画了一张图来简单的描述这个结构。输入的是希腊语，大多数的语言模型都是会把输入按照词去分类，这样可以更好的联系上下文。但是由于这个项目当中很多的单词可能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丢失了。考虑到这个特殊的情况，设计当中的输入文本是同时处理为字符和单词的表现形式。在这张图里面，前面的3个小横线是他们故意人为的去掉了3个字符，这样子就可以比对预测的结果是否正确。为了实现大规模的处理，他们采用了目前比较流行的 Transformer 的神经网络架构模型。这个架构使用注意力机制来衡量输入的不同部分，比如说字符或者是单词对于模型决策过程的影响。模型的主体结构是若干个堆叠的 Transformer 块，用作信息解码。它连接了3个前馈网络，分别用于预测丢失的文本、预测地理的归属以及预测书写年份3个任务。他们有一个展示的网站，是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这个系统的界面。开头的地方就是对这个项目的简介，还有这张表格。
这张表格是他们实验结果的数据。他们说，伊萨克在修复受损文本方面单独可以达到62%的准确率，而历史学家的准确率只有25%。当历史学家使用了这个模型之后，准确率可以跃升到72%。这就是说，人和机器合作的情况之下，会比他们单独工作时候获得更好的效果。另外，伊萨克能够以71%的准确率将铭文追溯到它的原始发现地，并且能够将它的年代确定在和地面的真实年代相差30年以内，从而重新确定古典雅典的关键文本年代。他在这里给了一些例子，就是这是一个 demo 的例子，目前是只有3个例子可以选，所以你可以3选1。我选择第一个，它就会有这个结果在这里显示。这个是它的铭文的文本，这里是预测的结果。就第一块，比如说它这里是恢复假设，它就会列出前20个最有可能的预测的假设。这样子的话，历史学家就可以利用这些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对这个20个假设进行剔除，进行选择。在这里面，比如说第一个，它有非常高的概率达到了66%，来预测这个消失的铭文，它应该是更有可能的概率是这个。另外，他们是给了一张显著性图，显著性图就是用颜色的强度来突出它的输入对于这个预测的贡献值。比如说在这边它是用紫色的强度来表示的，比如说这个例子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它有紫色不同的强度对于这个预测这个 mu 的贡献值。那随着它这边一共是9步之后，它就已经完成了整个词的预测。第二个大功能是用来预测它的地理归属，它有84个不同的古代地区，它会有84个概率，然后选择其中的前10个，就是排列在这边显示。在这个例子当中，它的第一个的预测的概率高达了92.22%。之后它会在右边用一个红圈的形式表示在地图当中，这样子就可以去揭示古代世界可能存在的一些地理的联系。那当然它这里也有一个显著性的图，这些词语就是可能和地理的信息比较相关了。第3个大功能是去预测它的年代归属，它这里是用了一个分布图来表示。在这个例子当中，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平均值是达到了公元前270年。在这边的话，它的一些标定的这些词语是和时间信息比较相关的。以上就是这个网站的主要信息。他们在文章当中分享了更多的例子，其中的一个模型输出是这样子的。上面的图是雅典铭文中6个缺失字符的复原预测，这6个缺失的字符是用破折号表示的。上方的绿色复原图是正确的答案，是联盟，而下面第2个和第3个的红色的突出显示的假设，它一个是表示了集会，另外一个是表示国家与外国之间的条约，它们通常会出现在雅典的政治法令当中。这个揭示了伊萨克对于上下文的接受能力。左下的那个图是对阿莫尔戈斯铭文的地理归属，还有伊萨克的这个上方的预测是正确的，最接近的预测是邻近地区。而右下角这张图是对提洛岛铭文的日期分布，公元前300到250年之间的真实区间是灰色表示，而伊萨克的预测的分布是以黄色表示，它们的平均值为公元前273年是用绿色表示。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显著性图的，这段文本记录了雅典人和色萨利人之间的联盟关系。通过显著性图，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在恢复被破坏的联盟这个词语的时候，伊萨克聚焦于上下文重要的2个词，一个词是雅典人，另外一个词就是色萨利人了。另外，他们还举了一个例子是关于历史辩论的，因为目前历史学家们对一系列重要的雅典法令的日期存在分歧，
这些法令是在苏格拉底和伯里克利等著名人物生活的时代颁布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些法令的制定日期是在公元前446到445年之间，尽管新的证据表明了它的制定日期是在公元前的420年代。这看似是一个非常小的差异，但这些法令对于历史学家们理解古典雅典的政治史至关重要。为了理解他的这句话，我上网查了一下资料。公元前446到445年是雅典的鼎盛期，而公元前的420年，雅典深陷战争，这个是它的动荡期。这些法令主要包括了：第一条是限制外来人口保持血统的纯净；第二条是强制门邦使用雅典的货币和度量衡，案件要在雅典审理，并且是要缴纳贡金；第三条是限制非正统的宗教活动；第四条是征用私人财产，增加税收，强制富人承担战舰的费用。这些法令就是非常的苛刻了。如果是公元前446到445年的话，它在鼎盛期颁布，就说明了民主的制度要负全责；而如果是公元前420年，那是在动荡期颁布的，这就说明这是这样的制度的社会系统在一个比较强烈的外因的作用下，共同作用就可能会激发出这种状态。总而言之，这篇文章探索了一种历史学家和人工智能潜在的合作方式，彻底改变了我们传统的研究和挖掘历史的方法。这会促进未来历史和考古学科的更多新发现。你觉得 AI 还会在哪些不经意的地方出现呢？你觉得它们多久能够破解人类的未解之谜？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